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佛教认为，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造一些善业和恶业，这些善恶业有些得不到及时的回报，会一直积存在他身上。大宝积经中曾说道：假使千百劫，所造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意思是终有一天，他所造的善恶业会在因缘力的作用下回报自身。如果造了善业还算好，得到的都是善报，人们也比较喜欢，因为善报都是些幸福、快乐之类的果报。但是如果一个人造了恶业，那么他就会得到痛苦的回报。有些人承受力不那么大，就很容易在恶业的回报中继续为恶。所以为了减轻那些人所造诸恶业的回报，不使他们继续作恶，继续沉沦下去，就要给他们回向。回向不仅能积累自己的福德，还能让被回向之人少承受甚至不承受做坏事所带来的果报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回向方式有错的话，轻则所获福德变小，重则连自己的善根都会被毁坏。那么错误的回向究竟有哪些呢？今天小编就来和大家说说那些错误的回向方式，希望大家看了后都能有所警惕。初学佛者对佛教的道理不太懂，回向善根时希望自己贪执的人多得一点功德，以自私和偏执的想法不舍得把积累的念佛、磕头、放生等福德善根回向给众生。其实这样的回向所得反而福德非常小，而且善根还很容易就被彻底毁坏。所谓大乘行者，发愿或者回向时必须是为了利益众生的。注意，这里的利益众生不仅是利益个别众生，应该是利益一切众生的。给大家说一个故事。以前一个农夫的妻子去世了，他请无相禅师为亡妻诵经超度。佛事完毕后，农夫问禅师：我妻子能从这次佛事中得到多少利益？禅师说：佛法如慈航普渡，不止你妻子可以得到利益，一切有情都能得到利益。农夫不高兴地说：我妻子非常娇弱，其他众生也许会占她便宜，把她的功德夺去，能否请您把善根只回向给她，不要给其他众生？禅师开导农夫，如果将善根回向给一切众生，就像阳光普照大地，既能利益无量众生，你妻子也不会有任何损失，这样何乐而不为呢？农夫听后勉强答应了，但又提出一个条件：我的邻居姓赵，这个人经常害我，你在回向一切众生时，可不可以把他排除在外？禅师以严厉的口吻说：既然是一切众生，哪里来的排除在外？农夫听后一片茫然。其实很多世间人回向时和这个农夫的心态是一样的，回向善根时希望自己贪执的人多得一点功德，不希望自己讨厌的人得到功德，甚至个别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的大乘行人也是这样的心态。而这种有亲怨分别的回向就是有毒的回向，所以大家在回向善根时，最好安住于无缘的境界中。如果做不到这样，也要想到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怎样回向的，我也如是回向。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从来不会将善根只回向给自己的家人亲友，更不会排除损害过自己的人。如果回向时真要排除损害过自己的众生，那一个一个算下来，最后可能都剩不下几个人了。以这种自私或者偏执的想法来回向善根，这样回向所得的功德会很小。但如果能以广大心回向善根，比如自己读诵思维普贤行愿品以后，发愿让所有众生获得这些善根，尤其是与自己关系不好的众生获得这些善根，这样回向不仅功德很大，而且自己还会很快获得成就。所以说，在做了善事以后，一定要如理回向。此外，有些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，积累的念佛、磕头等福德善根，基本上没有回向给众生。其实这样不是很好，如果没有回向给众生，善法很容易被毁坏，因为善业在没有成熟前是很容易遭到损坏的。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毁坏善业呢？在《极乐愿文大书》中有这么一个寄颂，讲了4种毁灭的因，如云：积累善根后颠倒不回向，宣扬生悔心，灭善根4因。
如果积累的善根没有进行回向的话，那么通过以下4种因便可以将之摧毁。第一种因，颠倒回向，自己闻思、布施等善根，回向让某某众生生病，某某众生痛苦，摧毁某某怨敌，这样的发心就叫颠倒回向。第二种因，不回向，假如行持善法而没有回向，善根便很容易耗尽。当你声称恨心或者做一些不如法行为时，原来的善根就会被毁坏掉。因此，像藏传佛教就对善根回向非常的重视，他们在转完塔以后，马上要念一个寄送回向，没有回向就会比较担心，就好像出门没上锁，害怕小贼把家里的东西偷走了一样。藏地很多人从小就有这种观念，还没有上学时，每天晚上和父母吃完饭，就开始念一些莲师心咒、观音心咒，有时候还没有念完，结果就睡着了。这时藏地的父母会马上把孩子叫起来，要求回向善根后再去睡。所以长大之后，他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善法，都会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回向。这种传统非常好，毁坏善根的因比较多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向。第三种因，宣扬，到处说自己做了什么功德，积累了什么善根，这样炫耀功德也容易毁坏善根。但如果回向完了，那么再怎么宣扬也没事，因为你们锁得紧紧的，就算四处说我家有好多钱，保险柜里有什么存款单，别人也只是羡慕而已，想偷也偷不了。所以回向的确很重要，毕竟我们凡夫人的习惯是做一点善法就昭告天下，生怕别人不晓得，而若造了很大恶业，则会想方设法隐瞒，不让大家知道。第四种因，生后悔心，你以前行持过一些善法，但因恶友或者恶劣环境的影响，导致事后产生了一种悔心，这也会毁灭善根。以上是毁灭善法的4种因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若远离了这4种因来回向的话，那么功德是很大的。寄颂中对回向的功德这么描述道：回向无尽道，增上并转变。回向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方便，依靠回向就像把钱存在银行里，利息不断增长一样，自己的功德将越来越增上。此外，通过回向还可以转变善根，这一点更为重要。回向给今生，就会成熟今生的善根；回向给来世，就会成熟来世的善根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虽然理想不尽相同，但总的来讲，想快乐这一点是每个人的愿望。快乐的途径各种各样，有些人想即生快乐，有些人想来世快乐。即生快乐的，有些喜欢钱财，有些喜欢打扮，有些喜欢地位、名声；来世快乐的，有些想再来人间享受快乐，有些想获得天界的快乐，有些觉得这些是束缚，理应超越而获得解脱。而解脱当中，有些只想得到声闻缘觉的解脱，有些则不愿独自解脱，唯一的目标是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。人人的目标都不相同，但皆可依靠回向来实现。这就相当于一块金子，金匠可用它来做出完全不同的东西。它可以被做成佛像，也可以被做成耳环，甚至可以被做成盛不净粪的器皿。但是做成不同的东西后，它的价值也是不同的。做成佛像的金子，则会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；做成耳环的金子，则仅仅只是一个装饰品。至于做成盛不净粪器皿的金子，则谁见了都非常唾弃。我们回向也是这样，比如念了3万遍观音心咒，有些人回向自己健康，这相当于把金子做成盛不净粪的器皿；有些人回向自己获得寂灭果位，这相当于把金子做成装饰品；有些人回向给天边无际的可怜众生，这相当于把金子做成佛像。同是一个善根，通过发心和回向可转变为不同的功德。因此，我们以后做善事时，务必要以大士道的发心来回向。同时，回向还能满足你的意愿，实现你所求的目标。文殊沙土功德庄严经中曾说道：何人发何愿，如是而实现。故而发愿和回向很重要，善根回向给菩提和众生，这个功德永远也不会耗尽，
就如《慧海请问经》中说的：“水滴落入大海中，海未干涸其不尽，回向菩提善意耳，未获菩提其不尽。”一滴水落入大海里，大海没有干涸之前，这滴水怎么也不会干涸。同样，哪怕一个小小的善根，今天布施1毛钱，或者念一遍观音心咒，或者用1分钟的转经轮，若回向给一切众生证的菩提，那么你没有获得佛果之前，此善根永远不会消失。反之，假如你做了非常大的善法，却没有回向，善根则很容易毁坏。因此，希望大家以后在做大大小小善法的时候，最后一定要记得回向。当然，在回向的时候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再完整念一遍回向品或普贤行愿品，这是最好不过的了。但若没有这么多时间，也可以念诵从文殊师利勇猛智至为得普贤殊胜行的8句2个偈颂。龙树菩萨曾经说过，这8句2偈是整个普贤行愿品的精华。回向的功德是功不唐捐的，我们实应将我们所修的布施、诵经、念佛、行善等的功德，统统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期与法界众生共成佛道，同证菩提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期待大家在视频下方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